破位下跌反而见底，启动还能加速上涨。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破位下跌是加速下跌，但有时候破位下跌却能见底上涨。今天我们来学如何在破位当中买到低点买入及上涨。大家好，我是阿哲。在上一期的行情解析当中，我们有给到大家看到港股的恒生指数往往在市场当中破位之后见到低点，破位之后产生机会，包括本次的港股破位之后的反弹行情。所以我们会讲到破位它有时候也会产生生机，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下跌交易技术的第5讲，市盈下跌破位股价反转法，一招轻松识别破位的股票是否能够买入。大家如果是第一次来到阿哲讲技术频道，第一次收听蜡烛图技术的系列视频，那么记得呢在下方点赞并订阅阿哲讲技术频道。我们现在开始学习破位下跌买入技巧。何谓市盈下跌？这个方法叫做市盈探底，是只看蜡烛图技术就能发现低点的方法。它有2个版本，一个叫严格版，还有是宽松版。我们先来看最为标准的市盈探底严格版的条件，如何通过价格市盈发现底部行情。首先我们看到这一个图板，市场当中股价处于上涨，它往往会走出的一个格局是价格上涨回调再创新高。那么大家注意了，市盈探底的关键你要找到左侧的低点，也就是上涨图中所产生的这个调整低位。我们要求市盈破位，它破的是什么位呢？破的是前期这一个低点，这是严格版的必要条件，破左侧低点破位。那么这一个市盈破位有要求，就是它必须要有4根阴线，这4根阴线呢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无所谓，但颜色上必须要是4根阴线。我们要求要有4根连续的阴线，那么是4根还是4根以上都可以，但必须要大于等于4根即可。同时在连续市盈当中，我们要求的是第4根阴线产生破位行为，或者说4根以上的阴线产生破位。换而言之，就是在4号 K 线之前是没有发生破位行为的。那么只要在第4根或第4根以上的阴线发生跌破左侧低点行为，我们认为它构成市盈探底的严格版条件。而后价格只要出现止跌，或者说出现收阳线，而这根阳线的前期最后一根阴线则为关键的阴线，它的最高价格为切入 K 线，股价必须要突破切入线才能够购入买入条件。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看图板，这一只个股从下跌转为上涨，我们先找到其中连续4根阴线的行情。大家注意了，连续4阴它并不常出现，而往往我们将3阴调整。大家注意3阴，以前呢我们在量学当中讲过3阴的回调，3阴往往构成的是价格的调整，而4阴很多时候会构成的是资金的砸盘。所以价格一旦走出连续4阴是很少见的，而一旦走出4阴往往代表资金的某一种行为。我们看到图中，这就是4个我们所看到的4阴连续行情，当然这里最少是4阴，多的话可能会有6阴7阴。好，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出现这几个连阴的行情，那有哪些符合市盈探底的严格版呢？我们来看到第一个，首先第一个很明显左侧低点是没有的，那么这一个连续的下跌其实它并没有构成我们所说的破位。那你看到第2次的市盈前方是不是构成了一个 N 字形结构上涨，而左侧是有低点，所以这里是出现了破位。但可惜的是，连续的市盈当中，它在3阴时就构成了破位，所以1和2它这里的连阴不构成我们所说的市盈探底的严格条件。我们再往后看第3次的连阴下跌，它是不是下跌反弹再下跌，左侧也同样有低点，前期3阴没破位，第4阴破了位。好，市盈破位之后，它的关键高点我们将收阳之后最后一根阴线的高点作为关键 K 线，何时被突破何时做交易。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一根阳线的位置产生突破的这一天寻找交易时机，后续市场在此处出现了反转的行情。那同样的是，我们来看第四次连阴，股价是不是出现了左侧的上涨回调，再次创新高？那么构成了左侧这里是不是有低点？我们会发现的是，在最后一根阴线的位置才产生了破位，前期它的连阴是不是前3根没破位，后续4根或4根以上的时候才发生了破位？那么破位之后收阳，那么最后一根阴线的最高价格作为关键，我们就可以在突破的这一根阳线的位置去做交易。所以呢，价格出现试阴很罕见，而能够构成试阴探底的严格版更为罕见。这2处就反映资金在下跌砸盘之后，什么时候去拉升，你能够用这一个关键的阴线切入线来去判断市场上涨时机，以及你何时去介入的绝佳时机。那么这就是严格版要有破位，要有连阴，要有切入线。我们再来看宽松版，那么依旧是这一个图，所谓的严格版就是后续这2个构成破位连阴的行情。那么前期的这2处我们所说的相对宽松的，它并没有跌破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宽松版，它没有任何的要求，它只要构成连阴就可以构成宽松版。至于何时破位，几根 K 线破位，这些我们都放到一边，因为在实战当中，严格版往往出现的频次较少，而宽松版构成某种条件之后，它其实也能够保证大概率后续的见底上涨。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如果构成了连阴，它没有破位，就是宽松版，依旧呢在最后一根阴线画切入线。你会发现的是，股价有时候是反弹震荡，有时候是略微的缓涨，效果来说确实不如严格版那么好。那为什么还要去看宽松版呢？因为呢，宽松版在某种条件下它的效果也不差，这个条件就是趋势要向好，在趋势相对向好时，我们再去用宽松版的一个连阴试阴探底，其实是 OK 的，能够去操作的。我们来看一下图中的试连阴以及试连阴以上的行情，是不是只有这4个地方？这4个地方有试连阴，图中呢还多了一根均线。这根均线，如果你是老朋友，经常呢听阿哲讲技术的频道的朋友，那么你会知道这根均线是21天均线啊。阿哲呢在行情视频当中，以及在很多技术教学视频当中，都有用到这根均线来给大家去划分趋势。那么均线向上，股价在均线上，我们认为呢，这种行情很多技术面都可以用宽松版本。而如果21天均线价格在均线之下，甚至呢均线都走下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哪怕是严格版本，有时候我们也要选择放弃。好，我们来看一下，在21天均线的划分中，我们会知道第一处的这一个连阴行情是不是属于均线向上，股价也在上方，这种相对良好的，你可以用宽松版本的试阴探底模型。而后续不管是2号、3号还是4号的试阴探底模型，都属于要么是股价在均线下，要么是股价不止在均线下，均线也在往下。那么这种呢，宽松版本就相对来说要小心的使用，最好呢去看严格版本。好，我们来划分一下它的关键的切入线。第一个位置，我们看到的是价格连续下跌，跌破均线。我们当时在21天短波均线的教学当中，是不是有说要跌破1天、跌破2天是变盘点啊，是容易产生低点的啊？这个内容如果你是没有听过的，可以在首页订阅阿哲之后呢，有一个栏目啊，有一个列表叫做技术分析的列表。第一个视频就是21天短波均线啊，这个方法可以看个股，也可以看指数啊，都没问题。好，配合这一个连阴下跌，我们会发现的是，它没有破位啊，它也没有说所谓的左侧低点没有打破，没有啊，它就是普通的连阴。好，连阴下跌，它是跌破了均线，跌破之后，我们会看到的是，在最后一根阴线画一个切入线，它只要突破，就 OK 了。我们把这一天作为买点啊，当然最好呢，买点它能够站上均线是最好的。
跌破均线回归均线本身也是买点，这种叫做双买点的共振。那么我们看一下后续当趋势走坏时你会发现这一个是非标准的是宽松版本的世英探底，而后它的相对的高点有突破吗？没有突破这个不管是不是宽松还是严格都不能买。好，我们看到因为构成了下跌反弹再创新低，所以这一次的世英它是属于宽松还是严格很明显它也不属于严格，因为它第二根阴线就破了位后续价格是不是止跌之后最后一根阴线也没突破所以这里呢也买不了不管是我们怎么去说它呢没有突破是绝对不能买的。好，我们再往后看，再出现了世英股价呢是不是在均线下均线呢也是向下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普通的宽松版本的世英探底，那么最后一根阴线也后续被突破了，但这个突破能买吗？不能，因为一它不是严格版，它是宽松版，第二均线向下，第三股价在均线下，好，突破也不能够做交易，后续反而加速下跌，这是我们所说的世英探底宽松版，你要结合趋势来去看，你永远要知道什么时候你的成功率会更高。趋势向好时，任何模型成功率都会大大提高，而趋势走坏时，任何的模型再严格的条件，它同样失败的概率呢也会相对提高。我们在最后给大家进行一个课后的测试，看大家对于这个世英探底是否真的了解了。我们找到这一波行情当中的连续的下跌行情，连续的世英探底，这里是不是很明显的世英探底连阴的走势？资金的砸盘行为，那么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市场当中出现这样的连续世英探底，它是属于严格版本还是属于宽松版本？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去考一下大家的。先看一下它是严格版还是宽松版。好，那么第二点，不管是严格版还是宽松版，我们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是否构成了买点？它有没有构成买点？它是否能够构成买点？买点不只看切入线，还有看趋势，你是否会在这里认为它构成买点？这是两个问题，也是课后的测试。在学完之后呢你不能够直接就过了一遍脑子，然后就立马去用，我们还需要看一下是否真的学会。这是世英探底的一个课后小测试2道题。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世英探底就先讲解到此处。市场下跌破位何时容易有机会出现？现在你清楚了吗？更多关于蜡烛图技术，我们会在往后更新更多精彩的内容。如果还未订阅阿哲的朋友，可以在下方点赞并订阅我们更多精彩视频。下期再见，拜拜。